错了胎，你若托生在我的腹中，那你比锦儿更有成就。要恨就恨你的小娘，谁让她是一个卑贱的乡野医女？裴姬，你当真要我死在这里吗？不，我还未给娘报完仇，没见到赵荣不能死。这里没有你的贵妾叶希颜，只有国公府庶女沈玉清。她是谁？本王亲自审问。阿纪，女人可以再找，但伤了国公府和太后的情分，就很难挽回了。摄政王府的后院，不需要国公夫人帮忙照顾。打开。冷面将军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本王要听实话。10年前，流寇廉颇河西戍军，朝廷溃不成军，叶家满门被屠，娘亲将我葬在水缸之中，却不想还是被乱军给找到。我正要被割喉时，手持大火的箭矢从天而降。封大皇子裴寂为五品游击将军，亲率3万大军前往河西平灭贼寇。大灾之年，户部粮饷短缺，所需粮草望大皇子于当地自行筹措。陛下，河西流寇一居100万之众，六军被大肆掠夺，毁坏良田，兵部尚书30万精锐前去御敌，尚且溃败，臣无意鸟入樊笼，以卵击石。刁民流寇号称100万，不过乌合之众。兵部尚书败于轻敌，哀家看你已做充足准备，定能一举为朝廷除患。臣恳请陛下。乌江王愿意借兵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让你母妃前去侍奉。你既不愿为国效力，那哀家也只能……臣遵旨。是王爷救了河西百姓，救了西颜，河西百姓都称呼你为冷面将军。后来西颜在自由区备受欺辱，全靠着将军的故事给撑了过来。他们说，将军出征前穿的是银色的铠甲，经过了层层的鲜血，才变成了黑色。怎么刚好是3年前，沈玉清失踪，你去了梅香楼？再后来，沈
人称赞的冷面将军，成了人人敬畏的摄政王。杀人如麻，可是西颜不行。西颜只身上京，就只是想看看王爷，却不想差点丢了性命。幸得青梅姑娘相救，可是西颜却生了大逆。西颜想，我若是能像青梅姑娘一样，是不是就能被王爷看到，成为对王爷有用的人？王爷对西颜可曾有过一念心动？王爷，国公府、何府上下都能证明他就是沈玉清。从今日起，谁再说他是沈玉清，杀无赦！师父，为何提及河西之战，就能让裴寂相信我就是叶夕颜呢？那是他此生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刻，是他登顶的起点，而你是见证人。所以，此计的关键是让裴寂勾起对太后的恨，和对一个家破人亡的弱女子的拯救。此计要在性命攸关的时候用，但那也会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他的拯救会让你心生依赖，但你要记住，无情最动人，永远不要爱上那个人。既然想要我命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不行，不行，都是老子用命挣的，用命挣的。兔死狗烹，就怕下个死的人。破母猪也当宝贝，哼！看你们互相猜忌，自相残杀，也不枉我在这养雀院走这一遭。可惜没从他口中问出苏夫人的把柄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模拟宝珠，地藏王菩萨的法器。很少会有人在家中供奉地藏王菩萨。
国公府的佛堂就有一座。玉冉小姐，我们家主子要对付国公夫人。夫人，老身活了50多年了，还未见过鬼。你们一个个倒好，比我还见多识广。于木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一木笑，我跟野草表姐妻，一木怕孤魂野鬼。快把火！来人，放箭！点火！放箭！去抄100遍仙经，好好再磨一磨你的性子。
国公府的人在这讨论船上歌谣的人，怕是要传不到太后那儿去了。无妨，我自有办法让太后知道。参见太后。太医不说风寒吗？妹妹怎生这般憔悴？无妨，让姐姐费心了，别把病气过给你。病愈之后，臣妹入宫陪你闲话。哀家今日来还有一事，福儿无法养育在哀家膝下，也未见最后一面。坊间传言福儿怨恨难消，想必是怨恨我这个做母亲的。哀家今日来亲自看看。姐姐，这都是无稽之谈，不可信。姨母，妹妹死后，我与母亲便日日以泪洗面，这分明就是有人借福儿之死离间我们。你们如何对待福儿，哀家是看在眼中的。只是哀家夜夜难眠，须得看看是奸人作祟，还是福儿怨恨难消，也帮妹妹了了心事。搜，一个角落也别放过。回禀太后，全府上下均已搜完，没有任何发现。哀家听童谣传唱，烧香礼佛保住底，这是何意呀？虚言怎能当真？把佛龛打开。
逃不掉了。不要哭，我们陪着你。你们豪横的心，凤儿是哀家怀胎10月，冒天下之大不为所生。你们杀了他，还把他的魂魄镇于此处，让他无法转世投胎。太后失言，林继福乃是妹妹远房表亲的女儿，与太后有何关系？太后莫要因小失大。你敢威胁哀家？臣妹自知罪大恶极，但臣妹为太后奔走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再者，福儿是死于摄政王府之中，单凭我与锦儿，又如何掩盖？刚才惹起事端的，可是裴寂的人。正是，姨母，这明显是有人做局。如今父亲的西府君借着我与裴寂联姻，俨然成事。您若舍了我们母女，岂不是等于舍了国公府，自断臂膀？真是我的好妹妹，好外甥女呀！起来吧，国公夫人，摄政王妃。你们母女巧舌如簧，想来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接下来是何打算？臣妹有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。天干物燥，要小心失火。太后三思，这里面都是被苏夫人所害之人的冤魂，他们已经死得很惨了。若是再一把火烧了，多少冤魂将得不到安息啊！太后，我小娘的头面还在里面，她曾经给您唱过戏，您亲赐的她头面。可是后来父亲强纳她为妾，嫡母又诬陷她通奸，还有我那未满月的孩子苏夫人，又难谁把她救？闭嘴！求太后三思，求太后主持公道，求太后太后，求太后太后，求太后太后，里面还有继福妹妹。她说，她最恨圆圆，只因6、7元前不想远嫁，却还得在人前欢笑，只敢在醉酒之后，拉着臣妾的手喃喃呓语，说：“母亲。”我听话，您别抛弃我好不好？太后，勿要被奸人蛊惑，还愣着干嘛？把他抓进去！太后，太后，敢在国公府作乱，就趁着乱子把你一块烧死！下课。
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要毁灭罪证吗？裴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冒犯哀家！按我朝律例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太后难道要包庇胞妹吗？你，来人，把苏夫人带走彻查。是。姨母，快救救我母亲！非得把事情闹到这般田地，才肯说实话，晚了。王爷，她是我的母亲，您的岳母，也是有一品高明的国公夫人。锦儿，你是王妃，泰山压顶，不能失了王妃的仪态，做王妃该做的事。放开我，本夫人自己会走。
有太后包解，下有国公府。即便是定了罪，也不过是去佛庄，或者是庄子上小住几日，风波一过，自会回来。一出牢房，我定会结果了你。苏夫人说的没错，太后的确不打算追究林继父之死，还对外称她已经亲眼看过仵作验尸了。这些年，国公府冤死了多少亡魂？姨娘、庶子、庶女，还要我帮你一一细数吗？国公也都帮您遮掩，称不过是一晚。你是来求和的？那些遗物中，还有些是京中女眷的旧物，不知道苏夫人可否还记得光禄寺卿马大人的夫人呢？什么意思？马大人乃三朝老臣，当年负责继位大典，还曾谏言新皇得位不正，在礼制上开罪了太后。后因其妻子意外坠亡，马大人伤心过度，告老还乡。不过近日，马大人的幼子调任大理寺卿，马大人在朝中威望极高，还牵涉继位一事。太后呢，已将此事全权交于大理寺处，国公也与您撇清了关系。不可能！让你信口雌黄，撕了你的嘴！嫡母，我谋划了3年，为的就是今日啊！你果然是沈玉清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你谋害皇亲，也是死路一条！嫡母，你教过我的，杀人诛心，要你命的另有其人。我只不过是来给你送壶酒。痛吗？痛就对了，你承受的不过是我和我小娘的1000万分之一。老爷，喝一杯。父亲，你怎么还有闲心喝酒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只好借酒浇愁呗。父亲借着母亲的家族势力，从一个落魄世家子，到手握军权的国公，现在看母亲失了势，就要将她舍掉。我自己去求裴姬，求太后。愚蠢！你与裴姬夫妻多年，他什么心思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他就是想斩断我们国公府与太后之间的联系。只怪你母后自己做事情手脚不干净，留下了把柄。我们谁也救不了他。他做这些，都是为了你和太后。为了我，
做女儿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。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，我相信他会理解的。父亲，您是什么意思？青儿，从今天起，你装哑，我装疯，只有这样，咱们娘俩才能活下去。青儿。
天，咱们娘仨离京城远远的，到边陲镇子开间小医馆，他们都死，以后换不回我小子。王爷找我何事？昨日为何要救国公府的人？你与那些庶女，姨娘曾是旧识。臣妾身份卑贱，看着那些冤魂，不由得想到了过往，感同身受吧。这些证物，你替本王还回去。小娘的针灸包。多谢王爷。谢我什么？谢王爷替大家做主。本王在大理寺查案时，也听了些故事。那个与你相似的沈玉清，和他小娘，在国公府格外受人欺凌。国公夫人对秦小娘轻则累行捶打，重则穷冬裸冻。林继福则是最喜虐待沈玉清，母女二人被折磨得一疯一哑。4年前，二人被关入养雀院，被鸟啄，被铁链穿破双掌，之后便杳无音讯。王爷同情他们吗？当年太后以母妃为要挟，逼我去河西平乱，本是死局。可我若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护住冷宫里的母妃。王爷，小太监得了太后的命令，欺他、辱他，将他死肢脱臼，赶他爬行。之后每逢雨夜，母妃都含泣刺骨。你可知本王为何恨人欺骗？母妃素有心计，她最信任的嬷嬷告诉她我在河西战死。母妃心急复发，终是没有等到我回来，便撒手人寰。
所以王爷回来以后便血洗后宫，从此成为人们口中那个嗜血、残暴的摄政王。本王不是同情，而是懂。但本王也有拼死要护住的人，所以不管你是谁，到此为止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妖女现世，天下大乱。之前在狱中验尸，还未见有色。不祥之兆，这是要乱呐！快走快走快走！姑娘，姑娘，街头巷尾人人都在传您就是那个妖女，国公这是要将您置于死地啊！妾什么？我不信，他没有听说您就是沈玉清的传言，好歹也要亲自验证是不是亲生父女啊！妇女。国公爷，这是外面。哎呦，外面才更好玩嘛！国公爷，来吧，国公爷，还有人呢。拿着，连衣服都拿不住啊！我用你有什么用啊？来人，把这个丫鬟给我拖出去罚卖了。爹爹，国公爷，这是您的亲生女儿玉清啊！啊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父亲。王爷不想和国公撕破脸，姑娘，这次必定会更加危险。他有他要护的人，我有我要复的仇，终归不是一路人。叶贵妾，王爷派奴才来传话。恭喜叶贵妾升为侧妃，王爷请您戴好侧妃头面，去往正厅等候各方庆贺。王爷为何要在此时给他提位分，还大肆的宣扬？先生也觉得我是被妖女蛊惑，昏了头？国公手鼠两端，在王爷和太后两边拿好处，来扩大西府军。王爷此举无异于是与国公打擂台，逼着国公投向太后啊！不管我抬不抬叶侧妃，都拦不住他和太后谋损。本王还不至于把一个女人推出去做挡箭牌。您对叶侧妃已经动情，您想护她周全。王爷骗得过外人，骗不过自己。可是王爷，他对您有多少真心？王爷本可登基为帝，为了不起内乱，忍辱负重，维系平衡。但是这一步踏出去，王爷苦心经营的一切，都将被彻底打破。男星小美人儿。
这几天南星小美人可憋死一了。正是，你怎么是你啊？你与我到媚香楼做什么？国公爷，奴家辛苦帮您谋划的妖女之事，这才迈出第一步，您就想抛弃奴家了吗？哎，爷是为了大局着想。爷保举奴家入青天剑，奴家在太后身边如履薄冰，为爷和西府君筹谋，爷都忘了。乖，别哭啊！再等等，如今静儿在王府的地位不保，此次定要压制裴寂的气焰，再筹。
弟，你们千万不要听他胡言，快与我一同将他诛杀！媳妇六义本是同生共死，没想到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杀了六弟，奸污弟妹，更染指众兄弟女眷，你有何脸面配做大哥？畜生！呸！国公谋害朝廷大将，打入死牢，劫富正室，忍辱深渊，无罪。各位尚书可有异议？王爷施法如山，我等心服口服。镇西将军李弘听命。末将在。西府军不可一日无声，暂由你全权执掌西府军军政事务。末将领命，谢王爷明察。将国公打入天牢。是。二弟，你不能这样！二弟，他这是要削弱我们西府军的！二弟啊，你别中他的奸计啊！这是活该呀！这水终于要遭报应了！这种畜生！这没抓起来！住口！畜生！打死那个畜生！打死！我看你们谁敢打我！谁敢打？别打！二哥，六弟死不瞑目，这样也算是对六弟、六弟妹和我们亲眷的一个交代。父亲，这便不认得我了。你是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